下凡历劫时，我曾玩弄过一个凡人，我不仅对他始乱终弃，还给他施了遗忘术。后来返回天庭，我才发现我那凡人夫君竟是至高无上的神君。宴会上，别的神仙问他下凡可有什么趣事，他瞥了角落里的我一眼，冷然开口：有，养的猫儿跑了，至今还未归家。我两股战战，求问玩弄了大神的感情该怎么办？在仙界等，有点急。今天是我下凡历劫的第10年，也是我回归天庭的日子。我那俊俏的凡人夫君容许尚在睡梦中，他里衣内痕迹密布，足以证明昨晚战况激烈。摸着他那张帅脸，我满眼不舍。我和容许是在一个馄饨摊认识的，彼时我刚下凡历劫，就好这一口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，馄饨只剩最后一碗了。我和他四目相对，眼神带火，最后我俩达成协议，共吃了一碗。摊主笑眯眯地收下容许递过去的铜钱，口出恶语：两位客官还挺有夫妻相。我呵呵，没想到摊主一语成，我和容许最后真成婚了，并且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。我昨日还和他许诺一生一世，现如今竟要做一个坏女人了，身上泛起淡淡荧光，这是天官在催我的信号。唉，不管我和容许多么相爱，对于我这个神仙来说，这些日子都是虚无缥缈的，黄粱一梦终须醒，仙凡有别，我终究还是要回到天上去。我给他施了遗忘术，又将周遭我生活过的痕迹抹去，属于我的气息慢慢消散，我感觉心如刀绞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俯下身，给了容许轻轻一吻，在抬头时已满眼泪花。再见了，我的爱人，姐下次历劫还点你。白烟袅袅，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房间内，仿佛从未来过。窗外春雨滴答，不知过了多久。床上熟睡的人，眼睫毛轻微的颤了颤。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令薇已经等我许久。令薇是一只兔仙，是我飞升后认识的第一位仙子，她比我早飞升了100年，但我们臭味相投，所以很快玩到了一起。哟，第一次历劫10天就回来啦。天上1日，凡间1年，这一趟旅途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令我刻骨铭心。没错 ，KPI 达标了，但我怎么瞧着你这神色如此伤感呢？我撑着下巴，回味着凡间的一切。嗨，别说了，红鸾心动了。令薇一脸八卦相啊，你喜欢上凡人啦？诚实的点头，我是真的喜欢容许，她的外貌、身体、性格我都很中意，但自古以来，仙人恋都是有违天道的。对于我和容许来说，相忘于江湖是最好的结果，但一想到会有新人与他同榻而眠，我就揪心的厉害，仿佛要喘不过气。10年光阴，真情实感，任谁来了都无法从容放下。唉，在错误的时候爱上了对的人，令薇惋惜。没错，我和容许终究是有缘无分。令薇用手肘顶了顶我，故作神秘道：你知道容眼神君吗？据说也是下凡历劫去了，但仙子们说容眼神君历劫早就结束了，不知为何拖到了今日才回来。容眼神君，我来仙界不久，对这位神君了解甚少，但我也听别的仙子说了，容眼仙君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神，据说他风姿绰约，俊美无比，在自属的宫殿里深居简出，极少有人看到过他的真容，见到的仙子都春心萌动，期盼着与他再见一面。仙界流传着一句话，没有只看容眼神君一遍的，只有没见过容眼神君的。令薇笑得一脸猥琐，今日容眼神君出行，要不要去一睹真容？还有这等好事，走，他在墨泽仙君府上哦。我前进的脚步又拐了个弯，我想起来今天还有事，先不去了。令薇拦住我，你还是怕见到墨泽仙君吗？我欲言又止，止言又欲，半晌声若蚊蝇，倒也不是，不容我反应。令薇就钳制住我的手臂，那就走吧，用帅哥的脸才能冲淡失去男人的悲伤。有什么事我和你一起扛，你最好是。令薇带我来到墨泽仙府的墙头，我一脸担忧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令薇稳稳趴在那，锐利的眼神扫向四周，我自有我的道理啊。神君出来了，他眼神一亮，我随着他视线的方向遥遥望去，墨泽正和一男子漫步在花园走廊，谈笑风生。容眼神君戴着面纱，看不清脸，只看到他身形狂长，姿态清冷。我疑惑发问，为何戴着面纱？令薇想了半天，找到个理由，或许是怕自己的容貌引起轰动吧。下一秒，我们所待的墙角下突然涌出一批仙子，隔着镂空的窗台，花痴地喊着容眼神君的名字。令薇一脸不出我所料的神情，看吧，还是我有先见之明，要同他们抢位置，那指定是抢不过的。我朝他竖起大拇指，下面的仙子们为了最佳观景位，争得死去活来，法术乱飞，却又不肯放下身段同我们一起趴在墙头。最后，这些原本妆发精致的仙子变得不忍直视，我和令薇对视一眼，相互摇头叹气。突然，一道法术击中了我，我不受控制地往墙内倒去，瓷似的摔了个狗吃屎般纷纷扰扰，终于引得容眼神君和墨泽仙君看了过来。我捂着受伤的头，龇牙咧嘴，刚准备抬头，一道好听的声音传入耳中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是容眼神君，他虽然戴着面纱，但露出的眼角微微上扬，
勾人心魄，外面的仙子们都缺声了。容眼神君朝我伸出手，手指修长好看，骨节分明。我瞧着瞧着，甚至感觉有点眼熟，令我想起了我那凡人夫君的手，也是这么漂亮，而且很灵活，经常让人眼眶发热。云木仙子，莫泽的视线从墙头转向我。云木仙子为何在此处？我记得这块墙头挺宽阔的，怎地还能掉下来？我抬头一看，罪魁祸首令威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徒留我一人承担所有。说好的一起扛呢？我干笑两声，哈哈，路过。我扶住容眼神君的手，慢慢站起来，他的手干燥温暖，让人眷恋。我甚至想多停留一会儿，但莫泽在一旁眼神灼热，我只好悻悻收手。容眼神君问我还好吗？我点点头，又迅速摇摇头，没事，小伤。嗨，容眼神君又向莫泽道，那我先走了。莫泽回以抱手礼，神君慢走。身后一众仙子也屈身目送，容许远去。仙子们作鸟兽散，只有我盯着他的身影。我搓着指尖，那里还残留着一丝温度。他的声音很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过，有点像容许的，但又比容许的更好听些。我拍了拍脸，让自己回神，一定是对那凡人思念过度了。一道悠悠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，人都走远了，还看呢？莫泽正盯着我，眼神神。我准备转身离去，莫泽又出声，这是你第一次来我府中，不留下来喝杯茶？我婉拒了，为何如此疏离？明明我们下个月就要。莫泽仙君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一字一顿道，甚言。莫泽轻笑了一声，点点头。那明日为容眼神君设立的宴会，务必赏脸。宴会上鼓乐齐鸣，觥筹交错，我和令威坐在最末端的角落，和眼前的吃食较劲。令威横扫桌面的姿态犹如狂风过境，他嘴里塞得满满当当，而我慢悠悠啃着蟠桃。对面传来一道令我无法忽视的火热视线，我抬眼望去，是洛河仙子，她举着小酒杯，满脸愤恨地看着我。洛河是天帝的侄女儿，她喜欢莫泽仙君的事，众仙皆知，只要和莫泽扯上一丢丢关系，就能被他记恨上。我鼻关眼眼关心，看来是昨天和莫泽说话被他看见了。我拿起一个鸡腿欲啃，上方突然传来骚动，容眼神君到了，他戴着面纱，一袭红衣引人注目，让我想到两个字：骚包。突然吹来一阵大风，误打误撞掀开了容眼神君的面纱，我听到众人一水的惊呼声，看清那张脸时，我手上的鸡腿啪一下掉在桌面上。哎，怎么啦？埋头苦干的令威也抬起头，待看到容眼神君，他呆滞了，他抹抹嘴，呆呆地望着上头。容眼神君好美啊，确实美，红衣如火，雌雄莫辨，慵懒地靠在椅子上，随手把玩着薄透的面纱。如果不是那张脸和容许一样，我可能会惊叹不已，但现在我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历劫归来，发现自己抛弃的夫君竟是至高无上的神君，我有点汗流浃背了，但我仍不死心地问令威，你说我要是给容眼神君施展遗忘术，对他有用吗？开什么玩笑，玉皇大帝来了也没用啊。我沉默了，也就是说他记得凡间的一切，或许那日他甚至没睡着，还听见了我的那句姐下次历劫还点你。眼前的美食突然索然无味，我甚至感觉自己半只脚已经插进了坟头。令威大快朵颐，吃啊，怎么畏首畏尾的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我悲伤摇头，突然胃口不太好。令威敏锐地察觉到什么，贼兮兮地靠过来问我，你下凡历劫的对象不会就是容眼神君吧？他后半句话的音量陡然提高了8度。别问了，再问就不礼貌了。容眼神君此番下凡，可有什么趣事？谁问出这么不合时宜的问题？我雌鹰一般的视线扫向出生之人，是莫泽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容眼壮似无意地瞥了角落里的我一眼，我冷不丁和他对视，周身气焰顿时熄灭。他冷然开口，有。众仙提起耳朵，养的猫儿跑了，至今还未归家。众仙哗然，纷纷交头接耳。云木仙子，容眼突然叫我啊，莫名其妙被 Q， 有一种上课开小差被老师点名的惶恐。容眼狭长的眼睛微眯，又道，我记得云木仙子好像也下凡历劫了，还与我是同日归来。云木仙子下凡可有什么趣事？一时间我成了众仙视线的焦点，哈哈。有些人看似还在笑，实际上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求问，玩弄了大神的感情怎么办？在仙界等。很急。鹌鹑师弟缩在角落，欲言又止，止言又语，容眼视线仍粘在我身上，似乎一定要听到我说话。令威火上浇油地捅了我一下，神君问你话呢？自知躲不过，我索性破罐子破摔了。我在凡间玩弄别人的感情。话音刚落，我看到莫泽猛地喷出一口酒，然后剧烈咳嗽起来，望向我的眼神里满是震惊，四周窃窃私语，我恍若未闻。容眼声调缓慢，重复着我的话，玩弄别人的感情，那确实挺有趣的。云木仙子可还记得那凡人的名字？我打着哈哈，不记得了。仙人都是薄情寡义的。容眼闻言，眸色突然冷了下来，连说出的话都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云木仙子的记性
还是这么差啊？这句话令我眉头一跳，手中不免握紧了酒杯。我是个路痴，在凡间时常会迷路，所以容许在我们居住的巷子里刻画了标记，只要跟着标记走，我就能回到家里。但某日大雪纷飞，标记被白雪覆盖，我一个人迷失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。每回都是容许拎着个灯笼找过来，他弹着我的额头。回家的路都走了几回了，还没记住。我捂着额头委屈道：雪太大，看不见标记吗？他叹息一声，而后牵起我冻僵的手，十指紧扣，抓紧了。我们回家，思绪回笼，上头的容颜也不再为难我，我心中绷着的弦放松下来。我握着酒杯一饮而尽，缓解着内心的酸涩。现在我已不再需要笨拙地跟着标记，只要心念一动，就能利用仙术瞬移到目的地，方便至极。但我还是怀念被人打着灯笼寻找的日子。不知不觉，数杯醇酿下肚，待我迷醉之际，众仙尽欢而散，令微也不知去向。我跌跌撞撞来到百花仙子的花园，摸着小花朵们醒酒，微风裹挟花香，平复着内心的躁动。哒哒，有脚步声渐近，声音回荡在空旷的百花园里，清晰无比。我还以为是令微来接我回家了，没想到欣喜转头，却对上了一张帅脸，眉深目阔，鼻梁高挺，放大的美貌瞬间晃了我的双眼。嗨，他长得好像我的前夫哥我，大胆地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，你长得可真像我的夫君。嘿嘿，男人轻笑，那声音让人耳朵发软。很像吗？那你喜不喜欢这张脸？酒劲上头，我喊得超大声，喜欢啊。然后想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人间，我又耷拉下脸，声音委屈巴巴的。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抓住男人的手，哀求他，我能亲亲你吗？就一下下，因为我真的很想他。男人很大方地点头，可以亲。我眼睛一亮，刚准备凑上去，又皱着眉后退。不对，我这是在做梦吧？不算出轨吧？男人喉结上下滑动，声音哑，不算。然后扣住我的后脑勺，低下头吻住我。我感觉到唇上一片温热，酥酥麻麻的，他一触即分。我只觉得饮鸩止渴，又追着吻过去。他用手撑住我的额头，声音又哄，我是谁？说对了就给你。我歪了歪头，认真盯着他看，不知怎的，眼前这张脸渐渐和我的凡人夫君相重叠。我恍然大悟，是夫君，我亲我自己的夫君，天经地义。突然抱起将男人压在身下，反客为主扶住他的脸就吻了下去。大风刮过，花海如浪，男人眼里欲色翻涌，任由我予取予求。他一手扶着我的腰让我保持平衡，一手解开了我的衣带。白烟袅袅的温泉池里，我的思绪渐渐回笼，我眼神迷离的被人在水里抱着，周身暖洋洋的，但我感觉下面的石头很硌人，于是不耐地动了动。后面的人因为我的动作闷哼一声，横在我腰间的手突然收紧。那人稳住我的后颈，哑声道：别乱动。池水拍打声渐响，屋内弹烟袅袅，青山落了一地。轻盈飘逸的纱帐后面是重叠熟睡的身影。我悠悠转醒，感觉头疼欲裂，映入眼帘的陌生屋顶吓得我蹭地坐起来，环顾四周。坏消息，不是自己的房间，更坏的消息，自己一丝不挂，身上青紫一片的出现在容颜的床上，旁边的容颜睡姿安稳，脖子以下不可描述。我懵了一瞬，脑子里瞬间浮现昨晚的记忆，春雨交融，红鸾春帐。我捂住脸，完了，闯大祸了。趁着容颜还在熟睡，我小心翼翼地越过他下床，刚接触到地面腿就一软，差点摔倒。我轻嘶了一声，忍着酸痛捡起地上散落的衣服，正准备离开，腰间忽然传来一股大力，我惊呼一声，后背直直撞上梆硬的胸膛，熟悉的味道充斥鼻尖。容颜醒了，但我却内心悻悻，不敢回头，也不知该做何动作。我尝试动手扯开横在腰上的手臂，扯不动。那个神君，放开我吧，我要走了。容颜凑近我耳边，胸膛震动。走去哪？不喜欢这里吗？还是你不想负责，又要故技重施给我施遗忘术，再抛弃我第二遍？我干笑了两声，他的声音有种刚睡醒的倦怠，让我恍若回到了人间时和容许度过的每一个清晨。容许惯会利用自己的优势，他姿态懒散，像只翻着肚皮的小猫，让人忍不住想蹂躏。唉，往事让人怀念，但往事终究不可追。看我走神，容颜眼里升起怨意，他又翻转我的腰身，让我们面对面相视。怎么不说话？恭敬的双手合十。神君，昨晚的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，好吗？屋内静默一瞬，容颜被我气笑了。你身上每一处痕迹都是关于我的，你说说，我要怎么当作没发生过？嗨，容颜视线太过灼热，我偏头看向别处。我能理解的神君，仙人也有犯错的时候。我冷静自持，手抵着他敞开的胸膛，想从他怀里挣脱，但又被他反擒住手，死死禁锢着。近在咫尺的距离让我不得不微微后仰着身子，我快要喘不过气了。神君，容颜闻言松了力道，开始放软语气，动之以情。木木，不要走了，我们就像在凡间那样，两人三餐四季，不好吗？我在内心抚额苦笑，早知这么难缠，下凡历劫就不找他了。我正色道，神君，我有婚约在身的，
容颜愣了一下，轻笑一声：“你倒可不必用这种谎言搪塞我。你要真想成亲，可以找我，这仙界没有比我更厉害的了。而且不管是灵魂还是身体，我们明明是最契合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别走了，留下来。你不是说下次还点我吗？不用下次，现在就可以。”连串貌似表白的话语从素日清冷的神君嘴里说出来，像在做梦一般。在凡间的时候，容许更是热情似火，他经常像狐狸精一般缠着我。再来一次吗？木木不是也很喜欢吗？我新学了些东西，来试试，让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我闭上眼睛又睁开，今日的容颜倒更有在凡间那会儿的性子了。容颜的话如同漩涡，我站在漩涡边缘，恨不得立马跳下去，让自己在其中沉沦。谁不想和情投意合的人相伴呢？但我做不到了。我神色悲伤地望着他，然后抬起手腕，手腕内侧有一块印记，那是被三生石所烙印的象征。神君说错了，我身上的痕迹可以人为，也可以天定。神君难道忘了吗？我和墨泽仙君的婚约是天赐的良缘。容颜抱着我的手一僵，脸上倏地湿了血色。他望着那个印记，难以置信，甚至上手捏住我的手腕，用力搓着，直至把印记那块皮肤搓红。半晌，他失魂落魄地松了手。我捡起地上的衣服，忍着身上的酸软穿好，再向容颜恭敬地屈身。云幕告退，霞光晕染天边，有玄鸟飞过降下神符。此等稀有风景，我却无法驻足欣赏，因为我身上疼得厉害，五脏六腑仿佛都搅和在一起，让我几欲作呕。这是天罚，本是人间一只猫儿，猫有9命，我牺牲了8条才换得一个成人的机会，却在墨泽捉拿逃跑至人间的恶鬼时为他挡了一劫。后来沾了墨泽这位仙君的光，我飞升了。出飞升不久，就恰逢月老举行宴会，又沾了墨泽的光，月老宴请了我。在宴会上，沉寂已久的三生石突然大放异彩，为我和墨泽降下天谕。我看到墨泽隔着众仙和我遥遥相望，眼里流光溢彩，众仙送上祝福，皆道天赐良缘，玉帝大喜，命我们择日完婚，场面热闹非凡。但我却开心不起来，只因墨泽并非我心悦之人，甚至在遇到容许之前，我内心最重要的位置还空着。三生石的光消失了，只在我和墨泽手腕上留下一枚印记，随之消失的还有我飞升的喜悦。我那时才明白，神仙受限并不如凡人自由。这时我很不服气，也很讨厌三生石，为何他一道光便定了我的姻缘？我曾偷偷到三生石面前询问，他没有回应我。我和墨泽萍水相逢，并无感情，但我又不能忤逆天道，忤逆天道只会受到惩罚，我惜命，所以我妥协。我和墨泽坦白内心，他也表示理解。后来我下凡历劫，找了个合乎心意的凡人享受情爱。在凡间，我能自由地做自己，不受天道所制，不受任何人所控制，并且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。我不后悔，至少我拥有过一段美好的记忆，这段记忆能治愈我后面漫长的孤独。如若爱情不契合，那便是痛苦的。我缩在床上，冷汗津津，这痛苦我如今体会到了。原来天罚是这样痛，痛得我肝肠寸断，浑身胆战。我承认自己的缺点，容易摇摆且性子懦弱，不够勇敢，也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。但只凭我不喜欢，就足以改变这一切了吗？爱情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若为生命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这是我的处境，也是我的选择。因为天欲，不可忤逆，也不可解脱。天，我正给百花仙子的花儿浇仙露，忽然一道明目张胆的凌厉剑气从我背后袭来，我侧身躲过，但百花仙子的花儿遭了殃，那些娇艳的花儿被齐头斩落，一片狼藉。我忍住怒气回头，洛河仙子正笑得开怀，她装模作样的惊呼：哎呀，怎么割到这些可怜的花儿了？然后又懊恼地看着我，都怪你，要是你不躲，他们就不会受伤了呀。这下要怎么和百花仙子交代呢？百花仙子下凡，需得好几日才回来，完全足够我重新养活他们。但洛河显然就是来找茬的，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墨泽，他对墨泽一见钟情，芳心暗许，但墨泽对他貌似并无情意，他便拿我撒气。平日里平白无故欺辱我也就算了，百花仙子素来待人极好，她精心呵护的花儿又有何过错？洛河骄纵蛮横，是天帝的侄女儿，百花仙子也不会同她计较。百花仙子大度，但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攥紧了手里的银针，洛河举起手中的剑，眼神如冰。这次可别再躲了哦。他又挥出一道剑气，这次我没躲，而是顺势射出手中银芒。最后洛河瘫倒在地，我捂着肩头吐出一口浊血。昨日的天罚尚未痊愈，现在又遭受一击，我两眼发黑，但洛河也好不到哪去。我那一针深入他的周天大穴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但实际上能致人浑身酸软痛苦不堪。况且那银针为我的仙力所化，如钩子一般缠着血肉，强取不得，只能等它慢慢消弭。洛河这一遭起码有1个月下不来床，1个月足够顺利完成我和墨泽的婚约了。我并不是喜欢墨泽才如此，而是我尊重天道的选择，也尊重墨泽这个人。
我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扯开衣服查看伤势，肩头淤了一片，脚腕也钻心地疼。平日里被欺负我都没哭，今日我感觉内心没来由的酸涩，那是一种对抗不了命运的无力感。人不能既要又要，我既舍弃了自由获得长生，便不能再苛求更多。我趴在枕头上放声大哭，哭累了便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浑浑噩噩中，我感觉脚腕被人轻轻握住，有一股暖流注入其中，暖流熨帖着我的经络，脚腕的疼痛渐渐消失，四肢百骸都放松下来。而后是衣服被扯开，肩膀接触到空气，我冷得瑟缩了一下，冷。我本能地朝着散发热源的方向靠过去，那人揽我入怀，叹息声几不可闻。醒来时，窗外天光大亮，我支起身子，发现身上轻松无比，脚腕的疼痛不复存在，肩膀上的淤青也消失殆尽。木木，令薇一声长啸，如风一般冲进来，抱着我痛哭流涕。呜呜呜，听说你又被那个洛河打了，伤哪儿了？我看看。他做事就要扯开我的衣服，我无奈道，已经好了。看到我光滑细腻的肩头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但又突然指着我肩膀上一个红痕，疑惑这是什么？看着那片痕迹，我眸光微动，又不动声色地拉起衣服。被虫咬了，令薇略显失望的哦了一声，是虫子啊，我还以为被男人咬了呢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平日里欺负我们那几个仙子，不是扭到脚就是折了手，最严重的还是洛河，他莫名感染了怪病，脸上起了一大片疹子，现在还不敢以面示人呢。苍天有眼啊，总算让恶人有恶报了。令薇仍叽叽喳喳地说着，我却全然听不进去，因为我明白那才不是什么苍天有眼。天期渐近，墨泽仙府送来的聘礼如流水，可见其诚意之高。凤冠匣壳静静躺在桌上，萦绕着一层淡淡的荧光，喜服的丝线以东海珍珠磨粉染制，由天上最厉害的绣娘仙子绣成，做工繁杂，珍重无比。我想到了在凡间时与容许的拜堂，以天为聘，日月为媒，拜完天地后，容许将我散落的青丝揽至耳后，他眼里流光溢彩，嘴角上扬，木木，我好喜欢你啊。凡人誓言，简陋却真挚。洞房那晚，容许抚着我痛皱的小脸，满眼心疼，忍忍，明儿带你去吃馄饨，吃大碗的，如胶似漆，很不真实。似镜中花，水中月，是一颗石子便能打破的美好。我曾经试探地问容许，万一有一天我们分开了怎么办？彼时容许正在给我泡脚按摩，茫然地抬起头，不明白我为何问这个问题。不会的，他又低下头，认真地擦干我的脚趾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后来我们在10年里相互依偎，无儿无女，最后什么也没留下。梦魇初醒，我发现自己泪流满面，心口似被千斤重石压住，既已睡不着，我又来到云顶，自顾自地喝酒。惬意的风吹拂我微红的双颊，驱散了心中的烦闷。给我也来一口。清冷熟悉的声音，我抬眼望去，容眼神君意未寝。他缓缓开口道，你在凡间都不曾喝酒，上次宴会喝醉，令人脸热的片段又浮现。我忙不迭地打断他，神君慎言，那一晚只是酒意驱使，但我不敢说出这句话，因为我自己都不信。容眼在我身上并肩坐下，夺过我手中的酒壶，仰头灌了一大口，酒劲上头。我问出心中所想，为什么是墨泽？为什么三生石选择墨泽作为我的夫婿，而不是选择你？容眼沉默了许久，你福泽深厚，墨泽也不遑多让，你们是天道所看好的姻缘，你与他成亲，以后会事事顺意，平安无虞。不知为何，我竟从这清冷傲的神君嘴里听出了一丝丝醋酸味儿，我又啜了一口，多谢神君开解。可若是不能和心悦之人在一起，我追求着孤独的长生又有何用？孤独应当是神君最能体会到的吧。容眼又不说话了。天外有流星滑落，此番夜谈也到了头。我拍拍裙子，将那仅剩的半壶酒塞到容眼手上。夜深了，神君请回吧。人影离去，容眼细细摩挲着手中的酒瓶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他低头盯着自己手腕上那印记失神。那晚过后，我便再也没见过容眼。时间如流水，很快便到了我和墨泽成婚的日子。我坐在房间里，任由墨泽仙府的小童给我梳妆打扮。嬷嬷盘起我的头发，认真地给我梳头，一梳梳到尾，举案又齐眉；二梳梳到尾，比翼共双飞；三梳梳到尾，永结同心配。令薇坐在一旁，撑着下巴打量我，木木，你真好看。我望向镜中的人，凤冠霞壳，仙姿玉色，只是脸上没有高兴的神情。我被送上了由云朵护送的花轿，花轿前头有小童指引，花轿内放置了许多颜色各异的花朵。看来是墨泽向百花仙子讨要来的。墨泽很上心，可惜双方都并非良人，和墨泽见面甚少，即使已有婚约在身，我们也不会选择主动去发展。爱情讲究缘分，我和他心知肚明，这注定不是一场两情相悦的感情。但墨泽仙君温其如玉，光风霁月，通俗点来说，他就是个有素质的好人。他在车上准备了我喜欢的花朵，我从没告诉过他，
他居然也打听到了，这份细心和尊重让我内心升起暖意。即使不能相亲相爱，单单是和他相敬如宾，我想我还是能做到的。这一趟似乎走了很久，红盖头遮住视线，我无法分辨自己到了哪里，只觉得四周无比安静。莫泽仙府与我的住处隔得有这么远吗？莫非驾车的小童是新来的不认路？我欲掀开帘子时，车停住了。那小童道：“仙子到了。”但我不能自行下车，只能安心等待着夫婿前来接亲。没过一会儿，车帘被掀开，有光照进来，因着盖头遮挡视线受阻。我先是看到一双黑色靴子，然后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，那手腕上有同我一样的3生石印记。我将手轻轻放在那手上，它握紧了，一用力我便随着下了车。而后我被拦腰抱起，那双手沉稳有力，我规矩地靠在他胸膛，近在咫尺的距离。我看到他胸口绣着和我身上喜服一样的鸳鸯花纹，被直接送到了洞房内。屋内烛火跳动，花香弥漫。我坐在红艳的床上，低头扣弄着喜服上繁密的花纹。大红喜服，这是我第2次穿。第1次，夫君与我情投意合；第2次，夫君与我相敬如宾。这也算是极好的结果了。我原本应该作为凡人老死在凡间，如今却与天同寿，还有什么不知足呢？那人出去了，按理来说宴请宾客并不在今日，不知为何他现在还没回来。虽然已经成过1次亲，但我居然莫名生出了紧张感。正思绪着，门被人推开了，脚步声踏进，来人并未说话，我也不问，不说也好，省得尴尬。我看到那只手拿起了喜秤，朝我慢慢走过来。他在我面前站定，喜秤从下面伸进，盖头被一点点掀起，那人的身影也渐渐显现。时间好像突然变慢，我手心冒汗，甚至听到自己如鼓的心跳声。我闭上了眼睛，盖头落地，我听到头顶一声轻笑，睁眼，嗨，好耳熟。这声音貌似不是莫泽。好奇心驱使我睁开眼，看清新郎样貌时，我呼吸一滞，内烛光晃眼，偶有火星跳出，噼啪作响。容颜身着大红喜服，面如冠玉，嘴角噙笑地看着我。我在那双灼灼其华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。我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内心，左顾右盼，问道：“莫泽仙君呢？”容颜无所谓道：“在养伤。”哈，大婚之日，我的夫君在养伤，那神君怎么在这里？容颜嘴角噙笑，来同你成亲，别同我开玩笑了，神君。我像在开玩笑吗？容颜扯过一张喜凳仙袍坐下，与我相对而视，他脸下眼睑，揉捏着我的手腕。仙人自有法力消除人间记忆，但我下不去手。这些日子我很痛苦。你说的对，我于天地开辟之初诞生，没人比我更明白孤独的滋味了。如若一直身处其中，我尚能承受，但我已见过光明，便再回不到那黑暗里。况且莫泽仙君也同意了。我茫然道：“同意什么？”眼眸沉沉，有烛光跳动。他举起自己的手腕，上面有道同我一样的印记。我惊呼：“怎么会？难不成我命中注定会有2个夫婿？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……你敲我头干嘛？”我捂着头瞪了他一眼。不过3生石的印记竟能转移吗？我不知道容颜怎么做到的，但代价肯定很大。容颜给我揉着额头，缓缓道来：“同你喝酒那晚，我事先找莫泽仙君理论了一番，他同意把做你夫婿的位置让给我。”我咽了咽口水。你这理论他正经吗？容颜递给我一个安心的眼神。放心，以德服人。容颜边说边对我上下其手。衣服摩擦声响起，我像个粽子一样被他拨开。我按住他迫不及待的手，说出了内心的担忧：那天狱的禁制怎么办？容颜埋在我脖子里，声音含糊其辞，并非不能解，只是要多受几道天雷而已。什么而已？天理不容小觑。我想起第1次遭受的天雷，让我半个月下不来床。上古之神所要承受的天雷，威力只增不减，万一容颜撑不过去怎么办？我的太阳穴狠狠一跳，推开他，要不还是别解这天狱了，就是个名头，我不在乎的。顶多身上疼些，应该也不至于死掉吧。被屡屡打断的神君不满意了，他似乎很燥热，直接扯开了领子。我在乎，我可以作践自己去当撬墙角之人，但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他揉着我的眼角，眼里欲色翻涌。不必害怕，万年来我循规蹈矩，从未叛逆，天道也不会拿我如何的，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孩子。我还想再说什么，清冷傲的神君不给我机会，直接堵住了我的嘴。颠鸾倒凤，一池春水漾开，云木仙子的夫婿换人了。这消息如风一般传遍了整个仙界。容颜受罚那日，我终于看到了失踪多日的莫泽仙君。他脸上挂彩，手臂被吊在胸前，被洛河仙子搀扶着在场外观摩。令薇也过来了，他咬着手帕，怨气比鬼都大。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，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。等我强大起来，我把你俩都杀了。哼，臭情侣。拍拍他的背，好啦好啦，你的桃花运也快来了。场内乌云密布，偶有雷声响动。容颜一袭白衣站在擂台上，身姿挺拔，我担忧的目不转睛。似是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容颜转身朝我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。下一刻，浓雾渐起，容颜的身影被吞没其中。
天上雷声轰鸣，飞沙走砾，刮得人脸疼。我落了结界都快要抵挡不住，天雷逐渐凝成巨大的一道，磅礴又凌厉，最后以迅捷之势劈下。落下的那一瞬间，我内心一颤，地上灰尘滚滚，场外视线模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的内心揪紧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灰尘消散，那熟悉的身影慢慢从雾中走出来。容颜脚步平稳，但那焦黑的衣服和嘴角的血渍出卖了他。我再也忍不住冲上前去，浑身颤抖地抱住了他。容颜泄力靠着我，将浑身重量全压我身上。木木，好累啊！强大的神君虚弱不堪，令雌鹰一般的我流下了眼泪。墨泽仙君慢悠悠走过来，看到容颜狼狈的模样，忍不住嗤笑了一声。他奚落道：“活该，素来手里的仙君都报了赃。”我看向容颜，满眼疑惑：“你之前说的以德服人，貌似不太正经。”容颜没理墨泽，只哼哼道：“木木，我好疼啊，浑身上下都快疼死了。那快走吧，我们回家。”为心上人，我已方寸大乱，因此错过了容颜眼里的那一抹角。霞光晕染天边，玄鸟飞过，降下神符。这次我牵着心悦之人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容颜，我名为容颜，是开天辟地以来唯一的神。枯燥无聊的神生让我乏味，我决定下凡历个劫。和云木相遇是在一家馄饨摊，寒冬腊月，馄饨摊的烛光在深夜里映照出一方天地。在那方天地里，云木搓着手站在摊头前，小脸被热气蒸腾得发红。摊主说，馄饨就只剩一碗了，可我们两个是同时来到这里，大多数仙人早已辟谷，对凡间吃食并不感兴趣。眼前这个历劫的小仙子不同，和他对视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里带火，似乎要与我争个高下。换作平时我早已离去，但今晚我却挪不动脚步，一定是我太想吃这碗馄饨，绝对不是他红脸的样子太可爱。我鬼使神差的提出个不靠谱的建议，一起吃吧。鬼使神差的同意了，于是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勺子，分食了眼前这碗馄饨。付钱的时候，揣着兜的摊主笑眯眯地说：“两位客官真有夫妻相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小心地瞥了一眼云木，发现他也在看我，只不过下一秒就移开了视线，原本就红润的小脸更红了。后来我们每天都能在馄饨摊遇到，久而久之便熟络起来，从各自一碗到同时一碗，最后变成由我投喂。成亲时他喝醉了酒，向我道出心中的秘密。他说，因为我这张脸，所以当初才同意和我一起共吃一碗馄饨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的脸感到骄傲。原本历劫的期限只需7年，我硬生生压下了天关的禁制，想陪他度过在凡间的每一天。没想到我们相伴10年后，他先回天上去了，不仅无情抛弃我，还给我施了遗忘术，可真绝情。莫泽设立的宴会上，我又看到了他，他似乎不想与我相认。我这头在与众仙周旋，实际上从未错过他的动向。他啃了2个蟠桃，1个鸡腿，并且喝了很多酒。我皱起眉头，他在凡间可从来不喝酒。果不其然，他醉了，还把我当成了在凡间的化身容许。酒醒后，他着急跑路，我以为是害羞的缘故，没成想我深居简出的那段日子，3生时出了个岔子。他把云木与墨泽绑在了一起。后来我发现，他时常被其他仙子欺负，我给他疗伤，付了防护的法力，还给了那些仙子一些教训。他和墨泽的婚期渐近，我有点焦灼，所以我去找了墨泽。墨泽对于我的到来很惊讶，你要我放弃和云木仙子的姻缘？他皱着眉头，这会受到天雷惩罚的。我道，你们又没有两情相悦。墨泽无言以对，想必这天赐的良缘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。最后我俩打了一架，演变成我强行破开了墨泽手上的3生石禁制，致其受伤。受罚那天，乌云滚滚，看得出来天道那老爷子很生气，头顶出现漩涡，电闪雷鸣，渐渐凝聚出一枚巨大的天雷。我站在擂台中，闭上眼睛，等待天罚降下。天雷轰隆一声，四周飞沙走石，那颗巨大的天雷迅速朝我头顶劈来，即将碰到之际，又急转直下劈在脚边，最终只烧焦了我一片衣摆。半晌，空中传来一声古老的叹息，指我可闻。我恭敬地作揖，天道之恩，容颜没齿难忘。浓雾渐渐散去，我施法让自己衣服更加惨淡，又逼自己吐出一口血，这才踏出滚滚烟雾，装作受伤很重的模样。我看到心上人朝我而来，眼里满是担忧。最后他说，我们回家。哈，回家。远处乌云消散，微光万箭齐发。我牵着云木仙子的手走在路上，原来独身万年之地，如今也多了烟火气。月老，那个深居简出的神君又来了，每次来只丢下一句话，管好你的石头，救大命了。最后我实在忍不住，神君，要不我给您和云木仙子上一道同心锁，同心锁能令有缘人生生世世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我看到神君脸上升起满意的神色，以后我就没空过来了，月老保重。望着神君离去的背影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您不过来，那可再好不过了。随后我拿起鞭子，狠狠收拾那块年纪尚小的石头，以后不能光靠感觉给别人拉郎配对，听到没有？3生石，呜呜呜，今天又被月老抽了鞭子，他说我不懂爱，